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官宣范丞丞、杨紫主演的199爱情将更名为天长地久，敬请期待。近日，电视剧199都爱情官宣更名为天长地久，引发了众多粉丝的热议。该剧由杨紫、范丞丞主演，讲述了一段从童年到重逢的爱情故事。剧情紧凑，情感真挚，令人期待。从官宣更名到网络播出，可能等待的时间不会太长。而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时间似乎也不再是问题。我们总是会以各种方式与我们所爱的事物相遇相聚。作为一部爱情题材的电视剧，情久了的片名恰恰道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需要用时间去经营和守护，才能让它历久弥新。从17岁喜欢的人到最后的重逢，这段爱情旅程的酸甜苦辣，让我们更加感受到爱情的珍贵和可贵。除了爱情，这部电视剧还将探讨友情、亲情等各种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使我们在成长和生活中无时无刻不面临挑战，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我们更加成熟、更加坚定地去迎接生活的各种可能。最后，让我们一起期待情久了的在线播出吧。无论是爱情还是人际关系，让我们共同努力，用真诚和耐心去保护我们珍惜的人和事，让他们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杨紫范丞丞新剧199都爱情改名天长地久。新京报讯4月4日，电视剧199都爱情发布新剧照，宣布改名为天长地久。官方微博配文称，99爱也是久违的爱。今天的新名片199爱正式更名为99爱。和杨紫、范学学99爱的手势成成、朱叶曼子、王干月、方月桥、赵睿，我们相亲相爱，天长地久。多多关照，期待早日相见。据悉，该剧由杨紫、范丞丞、朱叶曼子、金世佳，特别是王干月、方月桥、赵睿主演。伙伴们相伴成长，离别重逢，重拾出新的故事。爱很久很久晒出部分演员完结照，杨紫车保罗同框照。天长地久是由杨紫、黄英子主演的都市情感剧，讲述了2个年轻人在追求爱情和事业的过程中，经历各种困难和挑战，最终实现自我成长和幸福的故事。近日，该剧官方微博发布了部分演员的杀青照，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杨紫和车保罗的同框大合照。车宝宝在剧中客串一个帮助黄英子的长辈，两人在剧中的战线也截然不同。车曾在微博称杨紫为小朋友，此次合影中还亲切地搂着她的肩膀，看起来十分和谐。长情是杨紫继《长相思》之后的又一新作，也是她与黄英子的首次合作。该剧尚未公布播出时间，却引起了众多网友的期待和关注。该剧不仅展现了杨紫和黄英子的青春活力和甜蜜爱情，还涉及一些社会现实和职场问题，值得一看。肖战起诉胜诉，3.5万维权赔偿，涉及数十张图片、2个视频，点赞。肖战起诉侵权网点，获得3.5万元经济损失赔偿。虽然打官司的赔偿金不多，但肖战之所以打官司，也不仅仅是为了要钱，而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赞美的理由。该网店在未经肖战同意的情况下，使用了多达43张肖战照片和2个视频来宣传店铺产品，严重侵犯了肖战的肖像权。起诉和索赔，从肖战维权成功的事件来看，也是对一些法盲商人的一个警示，下次不要再利用明星名气来达到自己的盈利目的。事实上，肖像权被侵犯和索取的明星不在少数。前段时间，葛优被曝6年接连起诉企业多达500家，最终索赔金额高达759万元。看着这个惊人的数字，不少网友表示葛大爷是躺着赢的。不过，对于葛优起诉多家公司要求赔偿的做法，也有网友不以为然，称虽然打赢了官司，但却输掉了格局。仔细算了算，葛友华6年打了500多场维权官司，最终赔偿只有759万元，平均一个案子的赔偿只有1万多元。以葛优的经济实力，区几百万应该不难吧？我觉得他和肖战一样，也要表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实，对于这种侵犯肖像权的行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像肖战这样的顶级明星，通常都是代言品牌，代言费从几百万到几千不等。1万是很多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一笔钱。那么代言费值那么多钱，怎么会有人想不劳而获，1分钱都不花，让别人给他免费代言呢？给他免费宣传赚大钱？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这种人吧。因此，有人支持明星维权，也有人认为明星没必要大惊小怪，让人恐慌。说实话，很多明星都懂维权，但有些明星动不动就维权，不是起诉黑粉，就是造谣，有事就发律师函，让律师出具声明起诉，让人恐慌，真恶心。只是一本杂志，吓坏了打压肖战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讨论？好的。这2天一直在讨论肖战的杂志，他还登上了《时尚先生》4月刊的封面，立刻引起了粉丝的关注和网友的讨论。作为4月初的季刊创刊号，工作日的第3天，除了肖战、迪丽热巴、易烊千玺、龚俊、娜扎、周烨、田曦薇等艺人也发布了杂志。杂志很漂亮，很帅，很帅。除了最近走红的华小天，其他明星拍杂志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这2天多来，网友们一直在讨论肖战这本顶级杂志，无论是出版的杂志，还是出版的时间，还是出版后的文字，再加上杂志的温暖向上，今天还在继续。相信很多人，粉丝除外，都不明白，这只是一本杂志，为什么肖战会引起这么大的讨论？因为这不是邀请使用作品或其他媒体，而是代言品牌 TODS 来宣传发言人的认可。也正是这本杂志重新发现了3年前那些惊天动地的故事，甚至让背后打压肖战的人都开始害怕起来。距离肖战上一次为杂志拍摄已经过去1年多了。上一期杂志 L 年刊第1期的封面人物，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大主播不拍杂志的原因是没人请。如果是这个原因，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作为 TODS 和 Gucci 2大高端奢侈品牌的代言人，人气和号召力不说，米兰时装周2大品牌对肖战的待遇可见一斑。杂志带来的宣传效果，不用推章也能达到。肖战一个人的影响力就可以盖过杂志的影响力，所以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就是镜头很少。另一个原因是从杂志背后的故事说起。就连策划该杂志的编辑也表示，3年前的裂缝终于被填平了。笔者并不是一个喜欢穿越分析的作者，但是不得不说，肖战选择空降杂志的那段时间真的很特别。就像肖战参加微博之夜后台采访的时候，用的是一个当红的表情包“死亡记忆突袭我，改为前任记忆袭击我”。这个时间段是3年前网络事件的开始，也是其中一个媒体的能力切断了肖战迅速向外界解释。就说这本杂志吧，3年前同期，肖战与君子合作，担任第4期封面人物。当时还是 TODS 和肖战合作的初期，拍摄材料被泄露并提前曝光，挖粉捡杂志号起到了强烈抵制肖战的作用。该杂志迫于压力，将4月刊封面人物肖战的信息全部删除，3小时的采访被取消，杂志社也开了天窗。和肖战在其他艺人身上穿一样的衣服上杂志封面，和肖战合作代言，还找同期艺人瓜分其他要和肖战建立合作的品牌。这显然是一场恶性的国内娱乐竞争，打压了肖战这一轮，却在这近乎完美的一轮人为操控下，都被推向了圈粉的疯狂结果。即便是现在，当时的十字军依然不承认这是一场恶性竞争，硬着头皮表示这件事与他们无关。就像这本杂志，有人开始批判，有人开始内涵，有人悄悄消失，但肖战却选择了同一本杂志同时发布，这已经说明了一切，将有尊严地赚回来。关键是幕后打压肖战的人为什么害怕？根据肖战当时的经验，这2年在内部语言中转头的艺人数量远不及肖战在整个平台上的口诛笔伐，长达10个月之久。不能说吃瓜群众都宽容，也不能说肖战和粉丝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房屋倒塌、车翻车的影响比所谓的粉丝吵架还要糟糕，但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肖战和粉丝见过面。秒这么短的时间，就引发了全方位的抵制，涵盖线上线下，从企业到工作，从家人、朋
朋友、与人打过交道的同事，甚至是帮助发声、质疑的路人。被攻击的威力和杀伤力之大，黑销战骂粉丝成了当时的热门任务。如果这不是比赛，那只能说这几年吃瓜群众的瓜都白吃了。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